如果说去年买手机不研究一下系统，买回来可能也就用着了，那今年还是该仔细看一看。华为新机子全部都是原生鸿蒙，这很不安卓。其他家也很努力 ，OPPO 专攻 AI，vivo 整合功能，荣耀稳定进步，小米还在修 bug。果然是红拍啊！苹果也不甘示弱，拉出了热腾腾的26系列系统。我是没有想到，才过去1年，居然变化这么大。到现在，你心中最强的系统是哪一个呢？还和去年一样吗？但说实话，我觉得他们现在发布会说的东西都太追求新了，老讲那些自动驾驶、生态联动什么的，看起来难，实际上也确实不稳定。比方说荣耀啊，之前可以用语音助手检查自动扣费，然后会帮你把微信和支付宝的自动扣费都整合到一起，一键可以取消。但是现在被微信叫停了，语音发微信、微信质感支付这些也不能用了。vivo 这边呢，兼容苹果的功能还叠加，如果哪天苹果调整了接口政策，部分功能的使用可能也会受到影响。小米去年是这样吹 HyperMind 的，不断成长进化，越来越懂你。但是现在控制中心的 HyperMind 已经消失了，只会建议关掉空调，关掉空调，打开空调，关掉空调。总之，这些用力宣传的东西，甚至都可能是没有办法长期稳定好用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拿来 OPPO、vivo、小米、华为、荣耀这些主流机型，我们来看一下更实在的治疗体验过后最真实的感受。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荣耀。我不知道在过去这么多年，在大家眼里，荣耀有没有走出华为的阴影，或者说感觉荣耀还挺享受的。这边跟华为互传，反手又跟 iPhone 互传，现在又能跟安卓互传了。如果你的朋友里面有一台荣耀，那所有人的图片都可以互传了。什么叫文件中转站？这就叫文件中转站。以前大家都抱着华为的热点，现在还有荣耀互传，这怎么不算是一种传承呢？宣传 AI 上面，荣耀是最不遗余力的那个，自动驾驶点了2000位瑞幸，相册编辑也改名 AI 编辑，还有最出圈的大王影像。我只能说他们确实是有点追求的。不过荣耀好用的方面并不在这儿，旗舰不光要功能全，更重要的是稳定好使。有没有小伙伴遇到额头弹不出来的情况？属于是玩极了，用荣耀的时候就几乎没有遇到出不来的情况，功能有它多的没它稳定，比它稳定的苹果功能没它多。任意门也是个狠角色，已经出来这么久了，依然是最好用的一步之大，而且范围超级大，小红书封面、微博图片、B 站封面，无论是照片、文字还是文件，你能想到的基本上都可以长按拖出来到右边，非常适合单手。而且如果是地址的话，高德地图就会顶上来，图片我经常用拍立淘，那就会在顶上。而且荣耀有个很好玩的，这些功能通通下放。我之前买过一台荣耀千元机，即使是卡到不行了，照样留着。更好玩的是，荣耀还真是继承了很多华为的特色，就比如说眼神识别这个东西，你眼睛不看它，屏幕就是灭的；看它一眼就会显示出熄屏。这个带3D 识别的手机呢，现在我不看这个手机，它就是一个熄屏的状态。但是如果我翻着白眼去看它，它也不会亮屏。但是这个时候我把眼睛对上去，立马就亮屏了。再试一下，我的脸不转过去，我只有眼珠子转过去，这样也能亮，太搞笑了吧！双敲截屏、隔空手势，老华为用户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甚至华为的充电器给荣耀插上。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。玩笑归玩笑啊，华为不玩安卓之后 ，Magic OS 前面彻底没人了。可以说，在国产安卓系统里面，他们扎扎实实的实现了一大堆好用的功能，把日常的操作化繁为简。最关键的是特别稳定，这才是旗舰机最该拥有的特质。但是缺点吧，就是可能得克服一下，有点跟不上时代的审美。话说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哪一天荣耀就不能跟华为互传了呢？又是新的一年，澎湃的口碑咋样啦？至少有口皆碑的是，今年 HyperOS 的 bug 确实少了很多。行，那就重新看一遍 HyperOS。我觉得呢 ，HyperOS 最大的特点就是流行的功能是不会落下的，但永远都不是最好用的。用过小米的小伙伴不知道认不认同我的看法？你看小爱记忆貌似很领先版本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功能但凡说错一点都没法用。
而且记忆的信息非常机械，就是这几个特定的类别，跟 OPPO、荣耀的差距很大。所谓的人车家协同，直到现在也没有几个特殊功能。小米的这个啊，这有个表情替换，看看它都给我换成什么表情哈。不是，这都给我爆改成干看了，我天哪，我真服了。难道说强的不在这里？小米去年 HyperOS 说重构所有系统，今年自研芯片，还有人车家全品类、平板、家居、耳机这些也都全开化，这个路子是越看越熟悉。那我懂了，生态联动才是小米的杀招，不存在的，搞半天还是靠米家、小米音箱、小米眼镜这几个 app。家里面有小爱音箱的，肯定知道这个小米音箱 app 有多垃圾。小米应用商店里面说它4.8分，OPPO 应用商店说它2.0分。是谁在说谎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如果哪一天 HyperOS 能把这些米家生态完全的整合起来，真正内置在系统里面，那可比折腾什么卖点都强啊！但是现在呢，这些都只是幻想。我最喜欢 HyperOS 的居然是壁纸，里面光文字就有10几种不同的组合搭配方式，壁纸还能够设置各种特效，液态玻璃，静态图还能 AI 转动态。再配合全屏息屏，最后能实现的效果是这样的。这可能性怎么说？你想要吗？就很简单的道理，这么多人一边骂还一边用，其实已经说明了一些事儿了。之前的老毛病，更新对联都已经是过去式了，骂的人多了，人家也真改了，这也是一个加分项。哇，这也太卷了！现在 OTA 的说明已经不只是看你是不是对联了，像 OPPO 它直接就配图啊，甚至这里还有视频。在更新什么，你看图看视频就已经基本上能搞明白了，简直是降维打击，好啊！总体而言呢，在直板机上面 HyperOS 已经不会特别拖后腿了。我建议啊，用小米的小伙伴别去翻这些视频，一下子就好用多了。今年要颁个最佳进步奖 ，ColorOS 15应该当之无愧吧？还记得上一次对它的评价是功能缺失，流畅度也待优化。但 OPPO 比我们看的还要清楚，去年的时候就重做了一堆动画，并且对功能狠狠补齐。就比如对照一下，去年的随身工作台根本就是个网页版套壳，但今年的欧加互联集合了图片、文件、剪贴板同步，还有互传、远程控制这些，甚至跟 MacBook 的联动也很完整。哦对，跟 iPhone 它还能碰一碰互传。补齐功能之后 ，OPPO 的优点才真正开始发光发热了。用了这么多机子 ，ColorOS 是唯一一个能让我感受到被 AI 帮到的感觉。它和别的机子最不同的就是有很多不被定义的 AI。但凡用过几天新 OPPO 的小伙伴，应该都能感受得到，经常它会弹出来一些读心术一样的提醒。微信打开 B 站链接，这里就问你要不要直接去 App 里面看。焦急的等待验证码的时候，它直接出现在输入框下面，一键输入。电话来的时候，问你要不要 AI 摘要记录一下，完事儿之后还在后台持续整理。AI 功能也跟其他手机不一样 ，OPPO 想得很清楚，好用比功能多更重要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我之前学煎牛排的时候存了一大堆的资料，然后我只需要问反煎法的时候1成熟烤箱多少度取处。好家伙，他居然直接找到了当时存的英文的表格，还帮我翻译好，回答我明确的信息就是40度。所以我现在都直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小教程全部都记起来，再拓展一下各种车票、日程，甚至是一些账单或者是备忘，完全都可以像丢垃圾一样丢在里面，等着 AI 帮你总结。再说 AI 生成文字，小米这种就是正常思路，长按你可以给 AI 命令生成文字，然后再复制进去。但 OPPO 是这样的，点到评论的时候，这里会弹出来一个小气泡，直接自动识别你上面给它的打分、店名、选择的菜品，生成一套文案，还能选择行文风格。交互也都很符合逻辑，就比如说小文件夹拉一下就能切换尺寸，不用去点切换成大文件夹。
更有甚者是要进去编辑的。分屏和浮窗的气泡会用中文明明白白的写清楚，激活的位置也不会太靠上。还有个好玩的，它有个秒抢闹钟，可以提前几分钟提醒，然后在灵动岛上面还会显示倒计时时间。别说，还挺好用的。谁能想到去年还觉得 ColorOS 在保级，结果今年的 ColorOS 就给了个这么大的惊喜。加上新功能和优化功能逻辑之间，他们选择的全都要。现在的 ColorOS 确实有一种要抢夺安卓头号系统的味道了。再给他们点时间的话，你觉得他们能够成功登顶吗？下一台 vivo。vivo 很有意思啊，我总结一下特点，就是功能全面强大，但用起来有点理工思维。功能全到什么程度啊？你看，兼容苹果，它冲在前面 ，iPhone 通知、电话都能同步到 vivo 上。最新的 Xfold 5还能联动 Apple Watch， 实现运动数据和通知同步，拖放直达迅速跟进。这界面也不言输 ，AI 助手也把功能搞得一大堆。照片编辑的时候，甚至能够选择导出的分辨率，视频连导出帧率都可以设置。自带的高级修图还能调 HSL 和曲线，简直夸张。如果不能装第三方软件，那 vivo 应该是活得最滋润的那一个。老功能还都不舍得删，第一代很抽象的交互池和变形器，你以为没了吗？只是藏起来了。编辑器里面可以设置图标、壁纸这些样式。交互池就像是一个操作指南，告诉你这里还有这里都藏着好东西等你划出来。有没有 vivo 用户还不知道这里可以划出来付款码的？而且从左下角就可以划成小窗哦，而且它的桌面图标还可以调大调小，图标最高能够选到5:9，这眼神特别好的小伙伴可以去挑战一下。哪怕是相机小心翼翼地改了一下界面之后，人们的入口也都留着，直到你用了一次之后才会问你要不要关掉这个入口。这就是 vivo 的特色了。可能新功能不能全照顾上，但老功能都尽量给你留着了。假如说你几年没有换新机，换了之后也不用怕用不习惯。可惜功能事多，有些东西用起来又不太好用。比方说吧，短滑返回是很正常，滑动按住是侧面栏也很正常，滑出来再返回去居然是单手模式。再说实况照片，今年大家都着重发展的方面，拍一张进微信足足要等5秒以上才能发送。我们成功了，我们真的成功了。而不开实况，瞬间就处理完了。当然，这些点都是瑕不掩瑜。总体上来说 ，Origin OS 还是个很好用、功能大而全的系统，绝对不会像酷安上面的评分那么夸张。Origin OS 现在最缺少的就是一些情绪价值。如果一个3、4年前换机的 vivo 用户换最新的旗舰，真没有啥区别。这么多年没换界面和动画了，可以适当搞点好看的，顺便再把原本已经存在的功能持续深入打磨一下，还可以更好。哇，真的有人是把这个左边设置成返回，然后右边划出音乐卡片的吗？哇，这个太难受了。人心的时刻来了，现在的新机子真的全部预装鸿蒙了。今天直接重点来看一下鸿蒙5吧，因为确实很多人在纠结要不要买华为的新机，就是卡在鸿蒙5这里了。论如何用一张图片证明你是鸿蒙5用户。先说个好玩的，原生鸿蒙的机子，你滑到负1屏，这里有个鸿蒙有礼，里面老送各种优惠券，还能签到，把钱薅出来到卡里面，靠这个收买我是吧？好。不过怎么说呢，工作室真的有小伙伴坚持用鸿蒙当主力机用了大几个月，评价是好用的时候真好用。用苹果的小伙伴有没有这样过？一靠近就不停地弹名片，一桌 iPhone 坐一起的时候，他们自己玩起来了。但华为即使是紧挨着放在一起，也完全不会误触，只有轻轻磕一下才会传过去，而且可以磕一磕的地方还贼多。WiFi 页面磕一下，密码发过去；淘宝、京东、得物的商品可以发过去，小红书也可以分享笔记。安卓根本做不到的东西还有很多。就比如说云相册，本地就留个几百 K 的缩略图，发送的时候再从云端下载几十 M 的原图发过去。更牛逼的是什么？你直接在相册分享，发出去的就直接是原图，这真的直接起立了吧？全体起立！
权限控制直接删除了一些流氓权限，就比如说获取已安装应用程序、获取通话记录这些东西，从根源上杜绝某些软件耍流氓。更实用的是，软件要获取文件或者是图片，必须走系统的文件管理器。官方的例子就很贴切啊，安卓就像是图书馆里面自己进去找书，要找这一本，但说不定顺手再翻翻另外的书。但鸿蒙就加了个图书管理员，你要拿着书名找他要，他就给你传出来，其他的书不给你看。而且借着鸿蒙 Nest， 整个界面的设计也狠狠大改了一波。现在这个界面和荣耀放在一起，那简直是年轻的嗷嗷叫啊！各种 App 的图标都用了更简洁的设计和更大胆的配色。但是最关键的问题，大家都知道是啥对吧？这个嘛，鸿蒙的 App 适配的数量其实是还不错的，就算有些没有办法用原生版本的，也能在卓易通里面运行安卓软件。其实它装起来是挺简单的，甚至说我们在浏览器里面下个 APK， 然后打开这个卓易通。它跟安卓的安装方式其实是一样的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在卓易通里面找到它了。但问题就在于，很多软件确实是适配的原生鸿蒙，但大部分也就挣扎于温饱线。比如说微信的服务号不会被整理起来，每天早上都要点10几个推送，朋友圈不能加 BGM， 更别说比 iPhone 还要长的收取中。看着微博上面别人在吃新功能，咱们这边是在康复训练。你看应用市场里面这一溜的2点几分，甚至1点几分的都不少见，分数高的还真是凤毛麟角。卓易通里面的软件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，最主要的就是文件是和外面独立的。举个例子，微信登录就没有办法用，因为卓易通里面没有微信。这个卓易通呢，它跟外面是不互通的。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想要登录一下这个微信读书，它就要我微信登录授权，但是登录不了，微信授权请求失败，我真服啦。所以我更愿称它为一个养成系系统吧。在应用商店里面，你能看到无数催更的评论，每次更新都堪比安卓 iOS 里面的大更新，疯狂迭代。或许可以期待再过几个月会不会有一个新的节点。好了，看完所有的系统之后，你觉得手里的手机是更香了，还是更加难受了呢？如果你在挑手机，或者是想看看大家的乐子，希望这一期视频能够帮到你。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